嗨，我说老板，很多人都问我说啊，老板你自己这么独立，然后自己又有钱，你还会需要男朋友吗？我就会回说，会啊，还是需要啊，只是可能标准会不一样吧。今天就要跟大家聊独立，然后自己又有钱的女生，她可能会需要怎样的伴侣呢？然后我觉得自己有钱的女生，可能不是要你多完美，也不是要你多有钱，但是如果你有某几点不符合的话，她可能会觉得那我还不如单身。如果喜欢我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好，我要提出的这4点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如果你不符合的话，独立又有钱的女生有可能就不会想要跟你在一起。第一点是，独立女生需要你平起平坐的对待她，不要自卑，也不要对我说教。这一点有时候我觉得就很难的对男生来说。对，通常都会说教，自卑也会，自卑也会说教，自卑最爱说教，自卑男最爱说教，很自大，就会变得很自大。自卑的人反而很自大。对，我也有发现，就是他内心自卑，反而他会用自大的方式来包装自己，然后就变得很爱说教。男生一开始说很喜欢你的聪明，很有想法，很有态度，然后交往之后就开始变了，就开始要求你变得跟一般女生一样，或者是希望你变成傻白甜一点。对，这种就会觉得，那你当初是喜欢我哪一点？为什么每次交往后才要再要求我变成怎样怎样？那你当初不就是喜欢我聪明独立，很有想法，很有态度吗？为什么你要在交往之后想要改变我？不是喜欢我吧？我觉得这种就是自助餐，就是他明明就喜欢这样的女生，可是他在交往之后又希望你更小女人一点。简单来说，我想要你是怎么样的时候，你就要是怎么样的。我觉得是这个意思。推荐他 AI 女友，他随时可以变化万千。对，我有个女生朋友，她是自己开店，所以她的收入就蛮高的，每个月都有几十万。有一次业绩创新高，她就很兴奋的跟她男友分享，可她男友就有点冷淡，然后还念她说：“你怎么整天钱啊？整天都在业绩，然后员工，就是直接泼她一桶冷水，好像有点把她打成拜金女。所以说你整天都在讲钱，整天都在讲今天业绩多少，怎样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太功利了吗？钱真的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吗？”就开始谁凉哦，最后还说一个你人生在乎的事情就只有这个吗？等一下，他只是跟你分享他这个月公司创新高，很开心嘛。你突然念一大堆，然后说他只在乎钱，然后人生只在乎这个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你知道女生就有点哑口无言嘞，就想说我现在是对，然后这个时候就会去想，我要你这个男朋友干嘛？对啊，你懂我意思？就是我找个人来骂我干嘛？我需要吗？我缺一个来念我的男友吗？我这么努力有错吗？我又没有要跟你比的意思。男朋友好像有点把他变成竞争对手，所以才会有一点酸言酸语。他自己觉得啦，有一种好像你是有觉得我这样讲是在跟你炫耀，还是想要把你压下去，是不是？我只在分享我的成就而已。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，她分手了。那个好朋友她是女生，然后她自己也很会赚钱。然后她后来就说，她分手是因为她在想，这个男朋友没有钱，也不会提供情绪价值，那我到底要你干嘛？到底跟他在一起干嘛？那当初为什么在一起？因为她那个男朋友年纪比较小，是个小鲜肉，她一开始觉得这个人很有趣，很有活力或什么的。对。然后后来男方就跟她借了很多钱，女生也觉得没关系，我有钱，我可以支持你，反正我们相处是很愉快的，我愿意支持你。对，后来也是她可能比较有成就的时候，男方没有办法好好的听她分享，可能也会开始对她酸言酸语。这个女生对他做到很大的支持，分享她的财富给他，是表示她真的很喜欢他，也表示这个男生一开始一定是让他觉得很开心的，对，我才会这样子对你。可是你后面这样对我，会让我觉得我干嘛？我到底干嘛？他说你没有钱就算了，你连情绪价值都给不起，那我要你干什么？你没有钱，然后还来分我的面包，还无法让我快乐，我都把我的面包分给你嘞。我可能去捐款还比较快乐。对，我不如做善事，我帮助流浪狗，我干嘛？我帮助你换来的是你对我酸言酸语。对啊，但是哇，这真的是会心寒他那时候问我说：“你图你男朋友什么？钱吗？”我说没有，因为我自己也可以养活我自己。他说那他会给你情绪价值吗？我说不会，我会跟我女生朋友说。那他到底性价值？他就问我说：“那你要他干嘛？”我真的答不出来，我可能想要他这个陪伴吧。因为我通常有时候问女生朋友，要么不是钱，要么就是情绪价值，不然就是最后是性价值。哦，你懂吗？你懂吗？如果这3个都没有，陪伴价值，不要静音，不要跟他怎样啦？不能让大家听到哦。不是，就问我这个人就是没有性价值，有可能只是普，然后没有到非常棒啊。就是，但是总是有，每晚都要啦，就是都没有那么好嘛。这3个都没有给到让你觉得没有那个嘞，愿意把它留下来嘛？那确实就会那个啊。对啊。因为男女交往再怎么样还是一种价值交换，只是价值不是只有钱啊。很多人会以为价值交换就是我用钱买你的身体什么，不是，价值有很多种，钱是一种嘛。可是可能你的生活阅历是一种，跟你聊天很快乐是一种，情绪价值是一种，或者是你常常能接住我，跟你讲话分享的时候我好开心，这是一种嘛。性价值也是一种，我们的床上很契合是一种，所以这都是价值。那总是有一种互相的价值交换。那有一天这个交换的循环断了，就是你没有价值可以给我了，只有我单方面给你价值的时候，谁都会想分手的啊。哦，对啊，价值不是只有钱，价值有很多种，所以情绪价值就是其中一种，或是他很好笑、很幽默，这都是一种啊，总是有。就像他说，刚开始他觉得他很好玩，什么都能聊，因为他比较年轻等等。可是他弟弟体力好，对啊，出去玩不会累啊什么的。
那如果今天是他已经没办法给你价值，可是女生会说，但我很爱他。这个时候，请你问自己，你还爱他什么？你爱的是不是只是对过往的留恋？就是他以前对我很好，跟以前我们很开心。请你想现在呢？不要再想以前，现在即刻你还很开心吗？好像没有，现在常常吵架都不开心。那你们现在还聊天聊得很愉快吗？没有，现在一聊就吵架。那你就不要再缅怀过去了，没什么好缅怀，因为那是过去了，就你可以当回忆。现在即刻当下你们不合了，这时候你就不要再浪费自己的时间了。那很多女生会放不下，是因为就是太念旧情啊，在想以前啊。可是当下明明就已经不合了，却不愿意认清现实。那我觉得这个时候要理性一点，就是要不要来一段冷静期？分开一阵子，好好思考一下，你到底需要他什么？例如，你还会不会很想找他？在某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还是会好想打给他，跟他讲我今天做完什么事情之后，我还是好想跟他讲那你这个时候，你就会发现到，我还是想要他陪，我还是想要跟他分享。那你就去找他，然后看他给你什么回应。如果又聊得起来了，那就 OK 了。可是如果这时候他又泼你一盆冷水，你就要体会到他无法再满足你这个需求了。那你要不要换别人了？赶快去跟你朋友说。第二点是不要动不动嫉妒我。我觉得这一点很多收入高，然后能力好的女生都会遇到。明明两个人感情还不错，可是男朋友就是不小心会嫉妒你的成就。如果你跟他分享你在事业上最近做的还不错什么，有时候你会感觉到对方好像闷闷不乐，好像不是很开心这样。我记得我有一个粉丝跟我分享过说，他是自己做了一个小创业，然后他本来都觉得普普通通就一家小店，可是因为还蛮有特色的，就有一天他收到电视台邀约说想要去拍他，然后他就很开心想说，有电视台要采访我，他就马上跟他男朋友讲，男朋友就说你必要吗？你又不是网红，有什么好拍的？这个也是泼了一桶很大的冷水，然后他瞬间觉得说我的高光时刻，你知道妈我上电视了之类的，然后我男友竟然这样对我，他不懂他为什么不能为我一起感到开心，他不开心，对他为什么要不开心，他想不透，他就问我说老板为什么我男友要不开心，这件事情有影响到他吗？这个也让我想起我自己的例子，我是东京卓一的创办人嘛，等于是一个大学女生创业，结果年收破亿的一个很好的案例，所以就经常接受采访，讲我的创业故事等等，然后对方就经常会在我要接受采访之前提醒我说，你要提到你创业之后，然后找我加入，然后我帮了很大的忙，才让你有现在的公司规模，你要特别提到这一点，跟我说我要在镜头前面感谢我先生的支持与帮忙，很怕大家不知道。对。然后我那个时候是感情没有不好，所以我不会多想，我就会觉得好啊，就是提到你也没有什么不 OK 这样子，所以我通常也都会提一下。好，可是如果采访刚好没有问到，我刚好没有讲到，或者是我有讲然后被剪掉了，然后他就会很不爽的觉得说，为什么出名的都是你，为什么光环都在你身上，他会不开心。我就跟他说，不是啊，如果你真的对这件事情很介意，你要不要用你现在在公司里面的身份，也独立的接受一些采访，就是这个采访可以只访问你啊，可以不要有我啊。然后他就说，我不要。我没有办法对镜头讲话，我说不出来，那个麦克风嘟过来，我超紧张。你来提到我，感谢我就好了。我就觉得你自己无法面对镜头的，可是你却要把你想要红的这个责任丢在我身上。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点困扰，我还没有感觉到我的先生在嫉妒我，我没有感觉，因为那时候都太觉得是自己人了。对，觉得不需要计较。对，我太不计较了，以至于我感受不到这个点。我就一直觉得说，他就是很希望不要被忽略，我能提就尽量提。所以你去找我以前的新闻稿，会发现很多时候我都会提到，我真的很感谢他，他帮了我很多，这个都是他硬要我讲的。我现在看都好想把它划掉，好丢脸哦。对，好丢脸哦。所以每次都被弄得很不开心啊，就不懂说你到底干嘛要常常因为这个跟我吵架。我现在就很懂，这就是一种嫉妒。对，可是你明明就是自己没办法面对镜头，你就没有成为公众人物的能力啊。还想红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可是你要这个地位，这什么概念？如果现在的我就会理解，你没有这个能力，然后你要我帮你铺这个红毯。同学啊，你在想什么？那像这样的人，其实现在的我就不可能会喜欢，就一定会立刻感觉到这个真的有很大的问题。那如果他是什么反应会让你觉得很舒服？我觉得你就是因为这一块是我擅长的，而且也确实是我创办这个品牌，然后走出这条路的，那你就是默默支持我就好啦。你要不要去做你擅长的事情？你让我有一种就是你很想红，红不了，然后我要来想办法帮你红，把光环分给你。所以以前不懂嘛，年轻不懂事就会想尽量帮忙他，现在就会觉得他好自私哦。我觉得独立的女生或自己有钱、事业很好的女生，你都要注意到你旁边的伴侣有没有在嫉妒你，不要像我当年一样，我没有看到这个嫉妒心，还觉得自己不对，还觉得自己是不是太有光环了，那我是不是真的也要多分给他，还检讨自己啊，还自责嘞。然后旁边人也会念你啊，哎呦你这样子就是先生会没有面子，你要多留点面子给他，或者是让女人不要太强势什么什么，所有的人都会打压你，要你去配合他，然后让你觉得好像你错了。可是现在20年后了，你再回头想这个，我何错之有啊？对啊，我就是做了我的事情，然后人家想采访我，我哪里错了？你想要得到什么，麻烦你自己去努力，不是我要来努力分给你，你什么都不能给我，然后我还要分给你我的面包跟光环，
你就在那坐享其成就好了。对，所以我就很羡慕现在的女生头脑是清醒的，就是越来越可以很理性的看待婚姻或伴侣这件事情。尤其如果你是自己有钱、事业又好的女生，真的要注意伴侣是不是在嫉妒你，甚至打压你。然后第三点是不要对我们自助餐啦，这种男生感觉就是很多啊。一开始说你聪明又独立，交往后开始抱怨你太忙，没时间陪他。像我有一个女生朋友，她在外商大公司担任高阶主管，年薪好几百万，要管一个很大的部门。然后她跟男友在暧昧的时候，男友就说：“哦，很欣赏她很独立啊，可以管那么大的部门，情绪也很稳定、很成熟，她才有办法带人嘛，就不会很烦很黏，然后也没有公主病。”结果他们交往之后几个月，她就开始你都不黏我。你都让我没有男友的感觉，这样好不像在谈恋爱哦。我就说，等一下他这样子就是自助餐啊，因为他又要你是独立女性，然后不会黏他烦他，可是现在又在靠北你，他感受不到爱，那他到底要怎样？那我会比较建议男生就是，你可以想好你到底想要怎样的女生，你不要追求的时候想要追有钱、事业很好、很独立，然后不会烦你的女生。可是你一方面又要，他都没有像小女人一样黏我，我就没有男友的存在感。你到底要什么？如果你男友的存在感是要借由一个小女人来表达的话，那你就去追小女人好不好？对啊，但是当女友小女人，她又觉得你太黏我了。你要学那些独立的女生，是他们一句话，所以是要怎样？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先认清自己，你到底喜欢怎样的伴侣？都喜欢，都要，我要你百变。AI 女友欢迎。所以我以前的影片不是也有提醒过女生，你要谈怎样的恋爱就要有要付出的代价。就是如果你喜欢一个男强人，他事业很好，收入很好，常常要出差，你就不要抱怨他没空陪你。我之前我对女生也是这样讲，现在对男生我也是一样，就是你挑选怎样条件的伴侣，你一定有你要承担的代价。你可以透过沟通去解决，例如什么，你可以说出你的需求啊，我觉得我们相处时间需要再更多一点呢，不然有时候我都很想你什么什么的。你这样子去沟通他就懂了，你不用去跟他说，为什么你都不黏我，让我没有男友的感觉，不爱我，对你是不是不爱我怎样的？不用这样了。第四点，不要因为我独立就怀疑自己的价值，然后想改造我。你觉得我很独立，你就觉得你没有价值，然后你就想要把我从女强人改造成小女人。因为女生太强、聪明、事业好、收入好，就开始很不安、很自我怀疑，反而变成一个控制狂。因为你太好了。要把你控制好，才不会很轻易的跑掉，因为他知道你有能力跑掉。如果你今天没有他会死，他就会很安全。你不肯离开我的，你绝对不会离开我，他很有安全感。可是这种事业好又独立聪明的女生，甚至她旁边有很多优秀的男生，他会觉得你随时有离开我的能力，我就很害怕，所以我就要把你抓紧紧，因为他知道你完全有能力离开他。自己有知道对，他知道。我有个女生的粉丝跟我分享过说，她准备去考一个很厉害的国际证照，她就跟她男朋友讲，她准备考那张证照。她男朋友就说，这样你以后真的还有时间陪我跟谈恋爱吗？你要不要看看自己现在已经多忙了？然后女生就觉得她好像被恋爱束缚了，所以我因为要陪你，我不能追求我的事业跟人生的高度这样子。她男朋友只是用你这样子就会没什么时间陪我为理由来阻止她。她觉得现在谈这段感情好像在卡她的升迁之路。我觉得希望你不要再更好的伴侣都不是好的伴侣。对啊，对吧？支持你的伴侣会希望你追求你自己的理想变得更好，而且还会因为你这样，所以他会觉得他也会对，他也会为你开心。他如果是会觉得你还要什么，你还想要怎样？你现在够好了吧？你现在薪水300万还不够，他会用一些有的没有的理由来反对你，尤其是拿自己的感情跟时间，你这样就都没有时间陪我啦。那我重要吗？我对你而言是什么？哇，这种我都觉得他在阻碍你了。那你就要意识到说他阻碍到你，你是不是要考虑放生他，或者是你就先往你的目标去追求吧。因为有些人就是有时候是叮一下而已，干一下后面就好了。那我们总结一下，独立的女生会不好谈恋爱吗？我觉得这是很多人的疑问，我自己觉得不会。我自己讲过嘛，我离婚之后非常多人追，所以我没有觉得女强人的形象就会不好谈恋爱，会没人追。我觉得是不会的，反而会来追你或者敢来跟你示好的男生条件都很好，不然他不敢来追你。你本身自己女生收入高、事业好、条件好，你反而可以滤掉很不好的男生，他们也知道没有机会。性格方面才会是我们最在意的，因为钱我自己有，事业我自己有，我不需要再靠什么补足我的面包，我自己就有面包。不代表你也可以很差，穷途潦倒，没有到这个意思。大家都不要太往极端去。你很好，我也很好，但我不需要再分你的面包。我觉得独立或有钱的女生反而更在意的是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，而不是那些表面的物质条件。聪明、独立又有钱的女生，你们要找的那种伴侣，就是不要在她面前要叫你收敛光芒，然后要你装弱、要你降格的那种男生。需要你这样做的都不会是好伴侣，真正配得上你的人都会是让你觉得很舒服自在的，所以宁缺毋滥啦。请观众回答本集问题，女生请回答，你是独立的女生吗？然后你自己事业不错吗？你觉得今天这4点哪一点最重要？你有什么亲身经历可以跟我们分享吗？然后男生请回答，看完这集你觉得怎么样呢？你会喜欢独立又有钱的女生吗？今天提到的这几点对男生是真的很难做到吗？然后我也推荐一下会员影片《真正的保障好难》，这个是我认为现在的独立女生需要的伴侣特质哦。然后还有就是威老板的投资理财，教你怎么样变成有钱的女生，以及哪些人年薪500万，为什么他的薪水可以这么高呢？
如果喜欢影片，欢迎订阅，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。